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怎么使用这个 PyTranscriber 对这个软件，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一个语音识别并且自动生成字幕文件的软件，最好的没有之一，并且完全免费。好，那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呢？我们就看一下吧。首先你要去这里下载，在这里下载，这里点下载。还要下载这个，这两个都要下载，这三个吧，这三个一起下载，这个也要下载，好，下载，还有这个也要下载，这个就是写代码的，这个也要下载。当然你用其他软件来写代码也行，这个无所谓了，最好就下载吧，最好安装一下这个。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两个都下载好了，这个 Python 还有这个 PyTranscriber 这两个下载好了，然后我在这个虚拟机里面演示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下载在这里面，这个还有这个把它解压。好，现在呢这个解压出来，还有这个要安装，这个我要在因为我的主机已经安装好了，那么我就在虚拟机再安装一下，这个是我的虚拟机，安装一下这个。这个一般要点上去，要把这个添加到这环境中。安装的目录其实呢，这个个人的习惯咯，所有用户安装目录个人习惯来了。现在大家要看我的操作，因为很多是小白，他连这个是什么软件他都不懂，就可能一些步骤他会搞不来，有的步骤他就觉得为什么不能运行，有的人他一看他就明白。我就等这个先安装好了，就来试着运行一下这个软件，看可不可以。它里面有个叫 main.py， 对，这个东西等一下再运行一下，看行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安装一个那个右键就自动打开那个命令窗口的那个，也要给它做一下。这个也要，就是说运时那个右键就要打开这个命令行窗口，这个东西也是要。在这里面。运时右键打开命令行窗口，无法导入 Skype 无视注册脚本，就是。
这个就是出了问题了啊！你在注册表编辑器中只能导入未记录注册文件。UTF-8另存 ANSI。哦。是啊，刚才是个小插曲，不管了。现在我再看一下能不能用。不要删掉。先看一下它那个安装说明，这个有个安装说明的这个。安装说明我在这里打开吧。主要是看它这个怎么安装的。doc。好，把安装说明在这里。就是说1、2、3。有4个。第一个要安装这个 Qt5，还有这 AutoSC， 还有 PyInstaller， 还有这个 FFmpeg。FFmpeg 这个下载好了直接存到系统目录就好。好，我们就知道怎么安装了。这个 FFmpeg 这个忘了说。这个呢是要安装，搞个2进制的，下载好了直接就存到我们的根目录。
这个在哪里下载呢？找一下哦。这个好像不是，太老了，应该不是。这个应该不是，2011应该不是。这里好，找到了，应该在这里。不是，终于找到了，这里。这里，然后这里，里面的2个，我们这个选 Windows 里面2个那个可执行文件，这里有2个，这个我们点一下吧，看一下，点一下，好，这么多个，到底要下载哪个呢？看了就这个呢？FMPG 下载好了就给它解压，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对的，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就只要这几个文件就好，不要看它下载了一大堆，下载了半天，其实我们就只要这几个。把这几个复制一下，复制在这 Windows 目录下面，粘贴。OK， 可以了。现在呢，我们这个看着它的安装来，这个安装好了，然后再来安装这几个。把这个复制进来，复制一下，在这里面点一下右键，按住 Shift 加点个右键就出现这个打开命令窗口，粘贴进来。这个安装的 Py3 install， 照着这个东西复制进去就好，照着这样复制进，回车。先安装这个，复制、粘贴、回车。然后这个，其实照着复制就行了。
好，安装好了。现在安装好了，我们就先试一下这个能不能打开。这个 main 在这里，打开这个命令窗口，要输入命令，回车。好，可以打开了，看有没有报错，没有报错 ，OK， 就说明我们这个环境已经搭建好了，这环境搭建好了，这个搭建好，这个都自己装咯，这个就安装上去就好。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修改这个，让它可以使用代理，因为在国内它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你要是现在没有安装代理，它会告诉你说找不到，连不到网络。我们可以用一个视频给它试一下。我们用个小视频试一下吧。好，我用个小视频来试一下。它就会告诉你，提示你说你没办法连接，就是没办法连接网络。那这是怎么办呢？这次就需要我们来修改，要修改3个文件，在这里面。首先呢，在这里，这个工具里面呢，在这个它会判断说有没有连接网络，我们直接就说有就好。可以在这里面修改。我先把这个全都关掉。在这里面它就有一个判断说有没有连接网络，这个东西呢，我直接给它一个 return true 就可以，直接就告诉它有，不要判断了。好，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呢，就是说我要添加一个函数，这个函数起到什么作用？就是说它可以来读取我们的那个服务器的地址的端口。在这里面，这里，那这个可以在这前面加上去就行。它这里本来有些函数，还下面有一些 class， 这个呢我直接就可以，我可以这样子。直接我就可以这个就是自己加上的，读取那个代理，这个是我自己加上读取代理，这个代码等一下再来写。然后呢，在这里面就可以使用刚才那个代理，在这里面在这个 leg， 在这里面，它这里面 speech recognizer 这里面，这里就是它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把你这个音频或者视频发给谷歌，
那么在发给谷歌之前呢，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一个代理。好，那在这里怎么加呢？我就给 process 等于刚才的上面呢 get process 就好。好，这个我加上去的 get process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 get process 这个。好，然后在这里面呢，再加上把这个代理给它带入，process 等于 process， process 等于 get process。好，那么现在重点就是这个 get process 这个要怎么写？我以前就写这个完整的，可以照复制过来就行了。我以前就写过了。我以前有写过，找一下以前写到哪里去，写在我这里面。好，这里面把这个东西给复制过去就好，就是把这个 process 给它复制过去就好。其实它的目的呢，就是说去打开一个四字文件，然后这个四字文件的内容给它读取进来就行了。我可以把这个整个给它复制过来，把这整个复制过来，复制，然后到这个里面就把这个删掉，把那个粘掉进来就行了。OK， 好 ，get process 这个就在里面，这个内容就在里面。然后这个呢，这个 get process 它就是说要读取这个文件，这个 setting 点 JSON 这个文件，好，这个保存了，这个保存啊。然后这 setting 呢，就是在这里面 setting 这个文件，粘贴进来。那 setting 这文件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嘛，就是直接把 process 写在里面。这个就是你用那个飞机场的那个地址端口就写在这里就行了。你可以改，你这个可以直接改，你要使用别人的地址、别人端口，或者你自己搭建的，你都可以自己给在这里打上去。就记得这里是大括号，还有双引号，还有冒号，还有点、逗号等等这些东西要用英文状态来打，不能打成中文的，打成中文就搞出错了。OK， 好，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做了些什么事。首先第一步呢，在这里面就直接返回个处，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加上了 get process 这个代码比较复杂，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就行。然后在这里面 speech recognize 里面呢就加上了刚才那个 process 这个给它读进来，然后呢把 setting 这里面这个文件是很简单的，就是主要就是可以随时给你改你那个代理的地址的端口。好，现在我们再试一下这可不可以用啊？同样道理在这里面试一下，这里面，在这里面要用这个命令窗口来打开 Python main 点 py。好，我们试一下。这里选这个中国的 Chinese 的，然后就这里转码。好，这里呢就是 OK， 这打错了，在这个地方要修改一下，
因为刚才这个端口它是不对的。我看一下这个 V2 这个有没有出现。我要看一下这个可能都是不对的。626，这个要改。看一下对不对，现在可不可以了？哎 ，missing dependency， 哦，这里少了，还要再安装一个叫 PySockets， 还要再安装一个，这环境没大啊。还要再安装一个。还要再安装一个 PySockets。我看一下这里好像有没有动静，好像没有呢。我看一下有没有用这里。允许局域网。好，应该有了。看样子应该是有了。再耐心等一下吧，看到底有没有那个翻译过来。其实各位同学要是按照我这个步骤做起来，肯定是能够运行的，就是一步一步安装。哦，有了，来了，这个东西就是自动翻译出来的。它自动默认它就翻译在桌面，这里面就是这里面这两个文件就是了，一个是文本文件，一个是带那个时间的，
对，这两个就是了。OK。